Hello，欢迎回来，我是陆总。今天呢，这期视频是做一个气垫测评。那测评的气垫呢，就是这款迷尚家的这个 Magic Cushion Cover Lasting。那这款气垫呢，从名字上就能听出它比较在意的是这个遮瑕和持久。那这款气垫其实已经出了差不多2-3年了。那这个2-3年其中，他们也换过包装，然后同时也有很多 YouTuber 对它进行了测评。那我大概看了一下，大家对它的这个评价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中等偏上的评价，所以我准备这次买回来试一下。那官网上对它的介绍，首先是说提到它很小巧，那就是很轻松、容易携带的粉底，能够提供比较持久的遮盖，隐藏瑕疵，均匀肤色，保护皮肤免受阳光的伤害，因为它有一定的 SPF 值，可以滋润肌肤，推荐用于所有皮肤类型，就是不管是干皮、油皮、混合皮都可以。那它一共是有4个色号，分别有21号、23号、25号和27号。那我买的这一款呢是21号。其实我在挑选他们家粉底颜色的时候，我是比较犹豫的，因为我的肤色属于黄1.5白，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是选择23号还是21号。后来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选择了21号，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加上它一定的氧化，再加上我本身上一些腮红啊，还有修容啊，它其实它的那个再白一个度不会显得特别明显，OK， 那说一下它的成分，它的成分呢是竹子水，主要用来补充肌肤的水分，还有猴面包树果实提取物，这个是用来保湿。那还有金缕梅提取物，可以减少毛孔的出现以及临时性的、暂时性的发红。这款气垫在官网上是15克卖19刀，那我买它的时候是因为在很高的打折这个折扣，所以我买的时候入手才是9.5刀就把它拿下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包装盒。首先，这个包装盒呢，上面是它的名字 Magic Cushion Cover Lasting， 然后呢再加上它的这个告诉它的色号。它的背面呢有告诉它是 SPF 50+加上 PA 3个加号，以及提到它是这个反皱纹呐，还有包括提亮，还有这个紫外线保护。听起来呢，这款气垫还是非常非常适合夏天的时候妹子来使用的。现在看一下它这个本身的产品的外包装。那这款气垫呢，外面是这种稍微有点藕荷色的这种粉紫色，背面呢是印有它的名字以及色号，还有它的 SPF 值。那打开了之后呢，它是里面是有一个这样的小镜子，然后再加一个小粉扑。刚才我已经把粉扑拿出来了。然后这个小粉扑呢，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那种非常非常的这个滑手的，就觉得非常细腻光滑的这么一个粉扑面。然后呢，这面是白色的，然后大概放3个指头可以把它固定住吧。然后我觉得还是蛮好的，而且它这个有一定的厚度，还是挺短的。我很喜欢这种就是这种气垫。打开之后呢是这个样子，是直接就是这个粉底液了。那在上这款气垫之前呢，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肤质。那我的皮肤是混合偏干敏感肌，所以呢夏天的话会稍微有一点点鼻翼出油，如果是持妆时间比较久的话。那我的皮肤主要的问题有一些红血丝，尤其是鼻翼这边的红血丝，包括嘴边的这个痘印，然后还有这个鼻翼 T 字区的有一些比较大的毛孔。所以我的这个肌肤问题还是挺全的，所以正好来用这款气垫来测一下。先蘸取一点，先拍在我这个脸颊上。哇哦，瞬间就看到这个脸颊是不是有被雾化掉了？看一下效果。看一下左右这两边的脸，能明显感觉到就是这边就是感觉皮肤非常非常好，而且它妆感一点都不重，但是它遮盖力真的很好，就是几乎把我这个色斑啊，还有就是嘴边这个痘印遮得七七八八了。两边的一个效果，瞬间感觉这边脸肤色也均匀了不少，然后而且感觉好像肤感特别好。而且它这个上妆速度其实是很快的，它的粉扑还是挺好用的。OK，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就是上完全脸的一个效果，我非常的喜欢就是感觉皮肤很透气，然后同时遮瑕力也非常的足够，而且也很滋润，然后整体的这个效果看起来就是肤色均匀的也很好，红血丝该遮的也遮，痘印也都遮的差不多，我觉得遮差不多能有达到80%吧，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满意的。如果夏天的话，我就是这样快速上一层气垫出去的话，我还是非常的有信心。所以而且这个光感真的是不错的，它不会说是那种妆感非常重，然后看起来好像就是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遮瑕达到就是太要求的话，你反而会觉得你的妆感很重。但是这种的话，它就是已经遮得非常好了，然后同时它有这种透出一点点就是小小的瑕疵，让你感觉到就是好像是你的真正的皮肤。然后看着它大概的这个就是也没有什么卡纹，因为它挺滋润的，它这个雾化毛孔的这个效果也不错。就是如果是正常社交距离的话，真的是完全把它隐藏掉这个毛孔。然后它这个 T 字区啊，也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浮粉啊什么的。然后看有没有眼皮，稍微眼皮有一点这个卡粉了。我觉得是因为我的眼皮比较深，所以任何的粉底还有遮瑕呀，以及眼部打底都会有卡线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只要上它就会有卡线的问题。所以就是整体感觉的话，这个眼下的卡纹，眼下也没有卡纹。OK， 这个效果我还是非常满意的。那我待会儿去把眼妆补充完整，然后来给大家继续做记录。Hello， 我回来了。那现在就是我画了整个眼妆还有口红的一个效果，没有上任何的修容以及定妆。那今天的眉毛可能画的稍微有点重了。那我大概看了一下，那我现在的话稍微比之前好像暗沉了一点点，好像稍微氧化了一点，但是它呢的粉感没有很重，尤其是在社交距离的话，看起来非常好。就是这样的话，社交距离就感觉还好。那它的话还没有出现斑驳的情况，但是我稍微看到了它有点点卡粉，看。因为我是包括我在涂眼影的时候呢，就是眼皮上也出现了这个卡线的这个卡粉的状况。那今天的温度呢是26度，就是非常舒适适宜，又不会很冷也不会很热。所以呢，我待会儿准备去做一下锻炼，然后发汗，看看它对于控油啊以及抗汗的这个效果。那现在看起来呢还是非常满意的，即使现在没有定妆。那我们一会儿再见喽，待会儿再给大家更新。哦，对了，给大家看一下时间，现在是11点35。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在自然光线下的整个这个妆面，哇，尤其是这个光越亮，我感觉这个就是皮肤看起来更好。就是它有那种就是水光的奶油肌的那种，而且真的是因为它的这个遮瑕呀各方面做的非常的不错，所以看起来妆面很干净，然后妆感又不重。Hello， 我回来了。那来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已经是下午2点半，然后看一下现在的妆效，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了。期间呢，我大概去工作了一会儿，然后呢又去健了身，然后收拾屋子。那现在看一下现在的整个妆面还是非常不错的，没有什么太大的脱妆问题。可能稍微这边擦蹭了一点，稍微这边稍微脱了一点点，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就稍微这个地方。稍微脱妆一点，可能是不小心在穿脱衣服的时候可能擦蹭到了。然后我之前呢是出了很多汗健身，但是它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就是汗痕啊什么的。然后至于控油的话，我健完身之后稍微出了一点油，但是感觉还好，反正3个小时还可以吧，我还算接受。那我们继续看看它还会不会继续恶化下去。Hello， 我回来了，现在已经是下午的5点半了。那我来给大家做一下这个更新，现在已经过去6个小时了。那看一下我现在的这个妆效。能看出来我嘴边这个脱妆已经挺厉害的，就是能看出来这个脱妆比较严重，然后包括这个修饰毛孔什么的已经几乎没有了，但是它遮瑕力还是有一些，它的就是均匀肤色和遮瑕力差不多，还能有40%左右。那如果要是就是正常社交距离的话，就是感觉其实看起来还好，不会觉得就是说妆感特别重，就妆感稍微有一点，因为它脱妆了之后。
但是呢又不会觉得特别夸张。感觉整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这个黑眼圈什么都已经完全裸露了，然后我能明显感觉到，就是它这个没太脱妆的地方的话，这个油脂已经，就是我这个 T 字区的这个油脂已经泛出来了，它的控油能力不是很强。那卡纹卡粉的话，我的鼻翼这边也没有卡纹卡粉，我的眼下就是它没有卡纹卡粉的这个情况出现，可能也是因为我这个上妆的这个本身的这个上的这个量也不是很多，反正整体看起来现在的话就是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没有就是脱的特别可怕，但是嘴边这个妆感确实有点。Hello， 小伙伴们，我又回来了。现在呢已经是过去9个小时了，现在是晚上的8点半。那今天由于一些原因呢，所以10个小时的测评做不了，那就做9个小时的。大家先看一下我现在的这个状况，基本上遮瑕已经没有什么了，基本上就是遮瑕已经完全脱掉了。遮瑕现在度为2度吧，也就。然后嘴边的这个浮粉非常的猖狂，但是还是没有太多的卡纹卡粉，但是它这个毛孔修饰什么的已经完全没有了。那而且还油光满面，可见这一款气垫呢，它对控油来说没有什么作用。那我现在呢，准备在这边加盖一下，看一下它这个氧化程度是9个小时的氧化程度。看它上完之后，立刻就是那种水光的那种水光肌、水光奶油肌，就非常好，而且遮瑕遮得很好，它遮瑕力真的不错。但是随着时间的就是随着时间的移动，它这个效果已经越来越不明显了。看，这是刚刚上完之后，这是已经9个小时之后的妆容。然后离远给大家看一下。那我最后给大家做一下这款气垫的一个总结。那首先先说一下，就是它的质地，我觉得这个质地非常的润，然后很明显就是我的眼下一点都没有卡纹，就是完全没有就是卡纹的现象，我觉得还是很润的。其实我眼下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细纹，但是它完全没有卡纹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它很滋润，首先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对干皮妹子还是对油皮妹子都很滋润，这一点就是很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延展性，我就觉得延展性不行，就是我觉得他们家上妆是拿他们家那个气垫拍，我觉得还可以，但是如果你用手指啊，或者是上妆的话，就明显感觉到推不开，就是它属于那种推不匀，而且很快就会那种就是好像很快就会抹干掉的那种感觉，就它比较适合拿他们家气垫去拍，我觉得这个上妆手法还是可以接受的。那下一个呢，就是遮瑕力，我觉得它遮瑕力还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我就是只需要用一点点就可以把我整个这个脸面就是这个地方的色斑啊什么的遮住，我觉得它的遮瑕力真的是非常不错。但是遮瑕力同时带了一点，就是说上妆一定要少量，就是如果要是多的话，就会引起像我今天早上的情况，就比如会出现这种卡粉啊，或者是包括就看起来妆感非常重。我觉得遮瑕力好的粉底啊，就是都会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就是它遮瑕力越好，如果上的多的话，会显得妆感非常重。然后它修饰毛孔的效果呢，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因为它那个遮的比较不错，然后也很润，所以它这个修饰毛孔的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可以雾化毛孔。然后再就是说到那个，还说到就是它会有
除了就是说，如果你上多的话，它会有这个卡粉以外，就是鼻翼会卡粉，还有就是包括眼皮也会基线。我今天早上在上那个，包括昨天我就是在上眼影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有这个基线的问题。那下一个就是持久性，我觉得持久性它还是挺不错的。我觉得根据它的这个氧化程度、暗沉程度，我觉得如果是持妆6个小时的话是，真的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油皮妹子的话，就是因为它的控油能力不强，所以我觉得油皮妹子如果超过4个小时之后，会显得非常油光锃亮。所以我建议就是，如果油皮妹子用这款气垫的话，尽量就是不要超过4个小时。那如果是干皮妹子的话，我觉得6个小时是 OK 的。那整体的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那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记得给我一个点赞、评论、转发，记得给我一个大大的关注和订阅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